你绝对想不到这家医院有多黑心。男人推着尸体去医院抢救，看到一位医生急忙拦下，说不管花多少钱都可以，只要能救活自己的哥哥。医生看了一眼，立马将人推进抢救室。经过医生的初步检查，发现这个男人早已死透，但主治医师并不这么认为。说着就开始抢救，然后助理慌忙走出门口，将缴费单递给男人，并嘱咐他病人情况危急，不过还有就快去缴费拿药，随随便便2袋药就17000。护士还埋怨他太慢，差点耽误抢救。说着就骂骂咧咧走回手术室，可还没过1分钟，他就把药送回药房，并叮嘱药师算好提成。看来这已经是很常见的了。大家还在门外焦急的等待，而手术室里却是一片欢声笑语，和门外的家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在令人寒心。又过去了1个小时，主治医师再次出来通知家属，因为情况恶化，所以现在急需请专家会诊，并让男人去缴30万的手术费。等钱交给医院后，专家火急火燎的就赶来了。कैसे लोग हैं ये? मुर्दे को भी नहीं छोड़ते। अब आगे देखना क्या नाटक करती है।手术室里专家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但一听是个有钱人，立马就配合起来。手术室里开始忙碌起来，医生护士进进出出都在配合这场演出。终于在表演长达5小时后，专家和主治医师走出门口，遗憾的通知家属他们已经尽力了。男人愤怒地说道：你们不是能起死回生吗？到我们这里怎么就不行了呢？说着就拿出一张其他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上面清楚地记录了死亡时间。जब पेशेंट मर गया है तो आप लोग अंदर बैठ के क्या अपने 6 घंटे बैंड बजा रहे थे हाँ? 医生一把抢过证据塞进嘴里，男人不慌不忙又拿出一张，说如果你们喜欢吃，我还有好几万张。医生看出这小子不是个善茬，原来男人早就听说这是一家黑心医院，因此才推来死人证实一下，没想到竟然比自己想象的还要黑。男人告诉他们，想要摆平此事就拿钱消灾，很快医院就妥协了，一张10亿卢布的支票，还有刚才垫付的医药费全部交给男人。他把支票递给了死者家属，但他并不打算就这样放过医院。患者家属将医院门口围得水泄不通，原来男人将这件事公之于众。院长愤怒不已，拿着枪威胁群众，见他如此放肆，众人更加生气，直接将他围殴。慌乱中失手打死了自己。父亲听说儿子被杀，作为一方恶霸的大拿立马出现，他立马调监控看看是谁这么嚣张，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不是当年被我杀掉的那个阿迪吗？怎么可能又活了过来？大拿气急败坏，发誓要将他碎尸万段。镜头回到5年前，大拿是一个黑心的地产开发商，通过贿赂手段拿到了地皮，但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他命令部下偷工减料。就这样，居民刚刚住进去不久，几栋大楼就全部坍塌，而这其中就有阿迪怀孕的妻子。阿迪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他几经周折找到了开发商大拿，但大拿对这件事非但没有愧疚之意，甚至说自己早想到会有这一天。可衙门里都是自己人，所以他根本不害怕，甚至拿起电话让他当场举报，看看领导会不会帮他。阿迪分别打给了部长和大臣，当听到是大拿的事情之后，对方就匆匆挂断电话。看来衙门里确实都是大拿的人，这下大拿更得意了，甚至拿阿迪死去的妻儿开起了玩笑。既然没地方申冤，那就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复仇。大家都以为阿迪认怂了，可他却是关上了门。下一秒，हाथ जोड़ता प्लीज मुझे छोड़ दो सॉरी सॉरी 大拿不停的求饶，阿迪一想就让他这么死了就太便宜了，于是就放他一马。怎料大拿恩将仇报，拿起斧头就朝着阿迪砍去，可老天注定他命不该绝，还剩一口气的阿迪被过路人救了下来。就这样他捡回了一条命。之后阿迪隐姓埋名，并组织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专门整治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而他也改名为贾巴尔。很快他们就进行了第一次除恶，税务局的局长被吊死在广场上，胸前还挂着他贪污受贿的证据。贾巴尔还放话给警局，自己每周都会惩治1名贪官，而这仅仅是个开始。警局门口吊着一具死尸，而这个人正是土地局局长，胸前依旧挂着他受贿的证据。时隔1周，贾巴尔果真做到了，一时间整个国家人心惶惶。那些贪污受贿的官员主动去警局自首，交代自己贪污的事实。毕竟谁也不想成为贾巴尔的下一个目标，因为没有人再敢收受贿赂，所以大拿的集团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他将全市最清廉的几个官员绑来，然后逼迫他们签下银行收款账单，但他们不敢啊，只要签了字就会成为贾巴尔的目标。大拿为了杀鸡儆猴，直接将其中1人踢下楼去，签也是死，不签也是死，能活多久算多久。众人纷纷上前签字，大拿的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贾巴尔。为了不让更多清廉的人受到牵连，他当即决定直接解决掉大拿。过了几天，正好赶上了大拿的生日，为了展示自己的地位，他让所有人都带上了自己的画像，这样一来正好给了贾巴尔机会。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进人群，当大拿发现他的时候，一切都晚了。贾巴尔给大拿戴上了画像，然后制造混乱将其带走。接着贾巴尔用5年前一样的方法，让他打电话给衙门中人，看看今天到底谁能来救你。电话接通后，当他们听到贾巴尔的名字时，都毫不犹豫地直接挂掉电话，
绝望的大拿准备偷袭阿迪，可他哪里是阿迪的对手？阿迪直接重拳出击，从屋里打到屋外，毫不手软。大拿像5年前一样求饶，可这次阿迪没有可怜他，直接一锤敲了下去。在解决掉大拿后，阿迪走进警局自首，将所有的罪都揽在自己身上。他认为自己该做的事都已经做完了，是时候休息一下了。贾巴尔入狱的消息很快就被媒体传开，人们都自愿上街请愿，希望贾巴尔能无罪释放，甚至大批民众将囚车拦下，十里长街都被支持者占满。得民心者得天下，也许就是这样。这时阿迪站了出来，他告诉在场所有的支持者 मैंने जो किया वो सही है, पर जो रास्ता चुना वो गलत है। आप जानते हो गब्बर कौन है? हर वो आदमी जो गलत देखकर सरकारी आदमी एयर कंडीशन रूम में बैठकर लोगों को तंग करते हैं, उनका पसीना छुड़वाए, वो गब्बर। 最后他问大家愿不愿意做贾巴尔，人群中传来此起彼伏的我愿意。电影到此就结束了。这部电影让我想到了很多，但有些事想想就好了，毕竟我们又不是贾巴尔。